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硬核话题。中国人民志愿军凭什么被称为轻步兵巅峰？有人可能会说，志愿军就是人海战术。兄弟们，这不仅是偏见，这简直是对现代军事的无知。稍微懂点行都知道，自从马克沁机枪这玩意儿问世，靠堆人头硬冲，那不叫打仗，那叫排队送人头。不信你看看一战索姆河，机枪一响，英军一天倒下6万人，这才是真人海撞上工业火力。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是人海，为啥志愿军经常拿一个军去顶美军一个师？咱们拿双方的王牌38军对阵美军第1骑兵师，把账算细了，你才知道当时的差距有多绝望。首先看人数与战兵比，38军约 4.5 万人，起义师约 1.8 万人，38军战兵比例高达 75%，3万多人是端枪冲锋的，而美军起义师战兵比例只有约 50%， 大约8000到9000人。其次看保障逻辑，美军这8000战兵背后有近万人在负责修坦克、送牛排、修电话线，这叫机械化体系。咱志愿军初期的保障基本靠自己背，一个人不仅是战斗员，还是自己的搬运工。这也是礼拜攻势的真相，弹药自己扛，粮食自己背，再猛的战神打到第7天兜里空了也得撤。然而真正恐怖的是火力差距，在现代战场上，火炮才是战争之神。重炮对比，起义师光105毫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就有72门，这还不算大口径迫击炮、坦克、军属炮兵以及随时可以得到的空中和海上支援。而38军呢，全军拢共只有约70到90门火炮，还大多是口径只有75毫米的老旧山炮。投射量差距，直观地说，起义师1小时理论投弹量是175吨，能把山头直接削低2米，而38军在炮弹管够的纸面数据下，1小时只有20到30吨。实际情况是，由于运输受限，很多时候每门炮每天只有几十发弹药，甚至为了节约炮弹，要等敌军贴近才敢开火。根据中外军事综合研判，志愿军伤亡中约 60% 到 75% 来自对方的炮击与空袭。这就是农业国在用骨头硬磕工业国的钢铁。有人可能会说了，那肯定是苏联援助给力。实际上入朝初期，国际上没人看好咱，苏联也不例外。志愿军的变强其实是一部辛酸的体系补课史。第一阶段，第1到第2次战役，轻装对重装，咱穿胶鞋跑得快，靠穿插，靠夜袭。这时候苏联还在观望，咱是纯靠意志对冲火力。第2阶段，第3到4次战役，装备充值，战线稳在38线，苏联不再观望，米格15成规模上天，苏式火炮陆续到位，咱终于不再是单向挨炸，开始具备反制能力。第3阶段，后期阵地战，高密度对轰，典型如上甘岭，咱的火炮规模比初期翻了几番，火力协调能力大幅增强，战场从单方面倾泻变成了高强度对轰。既然硬实力有代差，特别是第1阶段，志愿军是怎么把对手优势硬生生废掉的？主要靠2招：顶级战术和黑夜支配。首先就是经典的3-3制。很多人在影视剧里看大队人马冲锋，以为是人多，错，那是导演为了画面好看。真正的一线冲锋，局部可能就1个班，核心是3人1小组，3组1个班，拉开20到40米的间距。这解决了2个关键问题：一，分散火力，避免美军一发炮弹下来被一锅端的情况；二，相互掩护，形成交替推进的合力。你以为你面对的是潮水，其实你面对的是无数个极其灵活、互相掩护的小齿轮。这不是人海，这是极致的战术微操。聊完走位，咱说绝技夜战。为啥非得黑灯瞎火的打？因为1950年入朝初期，咱几乎没有制空权，白天机动就等于暴露，暴露就等于挨炸。所以夜战不是浪漫主义，是逼出来的生存之道。志愿军的夜战有4个特点：一，大规模夜间机动，几万人在雪地里急行军几十公里，没灯火，没声张，不掉队，不混乱，这种组织力，欧美军队到现在都看不太懂。二，贴身接敌，咱不玩远程对射，专门往你怀里钻，几十米的距离，美军飞机不敢炸，重炮不敢轰。当战场主角回归到步兵本身，那就是志愿军的天下了。三，打节奏，趁你眼瞎，突然突进，切了包围圈就打，天亮前必须收工，绝不拖泥带水。4，
心理压制，黑夜里漫山遍野的冲锋号，你看不见敌人在哪儿。这种未知的恐惧能让意志最坚定的职业士兵精神崩溃。月亮是中国人的，但你以为夜战是浪漫的英雄主义吗？大错特错。夜战意味着要在零下30度断粮断连的情况下，全靠指南针和2条腿在原始森林里摸索。一旦天亮前没拿下阵地，迎接你的就是美军毁灭性的空中报复。夜战不是选择题，它是志愿军在火力绝境下被逼出来的生存方案。说完夜战，必须聊聊志愿军的封神战术。穿插，欧美军队打仗像推土机，火力开路，战线平推，稳扎稳打，讲究的是工业化的线性逻辑。而志愿军的打法是手术刀，穿插的逻辑不是推线，而是切除节点。我不跟你硬碰硬，我绕过你的主阵地，去切你的公路，断你的补给，端你的指挥部。第二天太阳升起，美军会惊恐地发现前线还在，但后路没了，电话线断了，指挥官丢了。这就是失序带来的降维打击。这种战术全世界只有志愿军能玩出花来，因为这要求每一个基层单位在失去大部队联系后依然有独立作战死战不退的意志。这种手术刀战术的底层发动机是西方战史里无法理解的超长韧性。西方军事学里有个公认的崩溃红线，伤亡10%，部队肉疼，伤亡30%，这是红线。架构散架、撤退或投降被视为有尊严的选择，伤亡50%，这叫溃灭。除非神仙下凡，否则这支部队已经物理性消失了。但在朝鲜战场，这个铁律被中国军人彻底干碎了。咱们不讲虚的，直接看这几组被刻进历史的数据。1. 松骨峰阻击战，38军3连面对美军一个团的轮番轰炸，全连126人，最后阵地上能喘气的只有7个人，阵亡率94.4%。他们没有工事，没有重炮，硬是把命填进弹坑里，堵住了美军撤退的闸门。2. 汉江阻击战50军，这支曾被轻视的起义部队在汉江北岸硬顶了50天，入朝时3.3万人，打完这场仗全军仅剩1万人，战斗员仅剩2700人，战斗连队减员率82%。军长曾泽生见到彭总时只有一句话：只要不撤边，让我们当什么都行。3. 铁原阻击战63军，尤其是189师，师长蔡长元把1万多人的师像撒豆子一样撒在200多个山头上，3天时间1万多人的精锐师打成了不足3000人的空架子，188师甚至打出了91.8%的伤亡率。这不是在打仗，这是把自己烧成铁水，焊死在美军的坦克的履带下面。4. 上甘岭特攻8连，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神迹，8连初始建制138人，最后幸存几个人？8个。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咱们算动态数据，43天里8连先后3次补满员，先后有380多人进入这个番号，最后撤下来只有不到80人。这意味着每过10天8连就要死掉一批人，再换上一批人。在坑道里断粮断水14天，战士们舔着岩壁上的潮气，分着那唯一一个传了3圈都没吃完的苹果。当那面有381个弹孔的红旗插上主峰时，他告诉全世界，有些东西是190万发炮弹也炸不碎的，贯穿整个抗美援朝。这样的案例不是个例，是常态。西方人算的是数学，我们打的是哲学。当一个民族被逼到退无可退，当一群战士知道背后就是家园，那种只要我还有一个兵阵地就没丢的信念，才是轻步兵巅峰最硬的那块脊梁。当然，志愿军的轻步兵巅峰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在那条横跨朝鲜半岛的战线背后，是整个中国在勒紧裤腰带，那是老百姓一分一厘攒出来的飞机大炮，是工人不眠不休生产的弹药，是农民肩挑背驮送上前的公粮。这叫举国意志。只有这种底气，才能让前线的战士在弹尽粮绝，甚至在身体被硝烟撕碎的瞬间，依然坚信我们身后有一个家，这个家绝不能再让人拆了。上甘岭战役是这种对比的最高峰，美军想用所谓的范弗里特弹药量把山头削平，但他们算漏了中国人的硬度。也就是在那片被炮火翻了无数遍的焦土上，中国军队患上了一种伴随至今的职业病——火力不足恐惧症。因为我们亲眼见过战友被重炮压制在坑道里渴到喝尿的惨状，我们亲眼见过整连整排的兄弟因为没有防空掩护被炸成碎片，这种疼刻进了骨子里。
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玩命的搞军工、攒家底、练饱和式打击，就是为了让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1953年，美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他在回忆录里留下了那句名言：“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这句话是美军的耻辱柱，却是中国人的成人礼。抗美援朝战争就像是一张收据，这张收据的落款是每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姓名，而他的面额是整整100年的尊严。他向全世界结清了过去100年的屈辱，他告诉那些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列强，那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彻底翻篇了。中国从此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好了，今天的硬核解析就聊到这里，点个关注，咱们下期再见。